古代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臣如果不想死，怎样做才能活命？古代的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，对自己的臣子有生杀大权，而且古代人讲的是忠孝、礼、信、义这些人生准则。对于当官的来说，君要臣死，臣不死不忠；对于父母来说，父要子亡，子不亡不孝。这种现象在古代是做人的最基本素质，如果违背了这种礼仪，就要受到排斥，在社会上寸步难行。再者，古代是封建集权制度，也就是下级必须要服从上级，君能对臣发号施令，臣需听从；丈夫能左右妻子的言行，子女必须听从父辈的安排。这也就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制度。在古代做臣子的要对皇帝忠心耿耿，一旦引起皇帝的不高兴，会立马脑袋搬家，甚至直接灭族。而被杀的这些人都不会反抗，而是乖乖受死。这基于以下的几个原因。第一，儒家文化影响。在儒家文化当中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忠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君臣之间的关系在儒家文化当中形成了一个非常诡异，或者说非常稳定的结构。皇帝让一个人死，就必须死，如果不死，会遭到天下人的唾弃。第二就是生存条件恶劣，君要臣死，如果你不死而逃跑了，那么你的土地饭碗，还有自己的祖宅通通要抛弃。抛弃了这些，你在社会上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，你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又有谁敢收留你呢？很多人一旦离开自己的故乡，就意味着死亡了。既然这横竖都是死，那还不如早死早脱生呢。而这第三点就是在古代信息传播不快，古代可不，比现代很多信息传递的是非常慢的。当人们得到皇帝赐死的消息之后，就已经被抓了，即便是得到消息然后逃跑，也可能很快就被人追上。而且如果你逃跑的话，很可能会牵连到家人，那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还跑不跑呢？所以君让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有古代人们思想上的束缚和禁锢，同时也有现实条件所迫，使人不得不死啊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